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来一场就是削弱以后的谋曹丕，就是一局。我个人觉得啊，就削弱以后的谋曹丕的话，可能更适合于反贼啊，对吧？反贼反正大家也不缺将，就是我单纯的给大家打了几局谋曹丕，胜率的话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吧，我觉得还凑合，毕竟反贼胜率本来就高。当然我还是有时候有几局是我有失误的，就是还是停留在以前那种谋曹丕的思维里面。因为反贼的话胜率比较高一些，所以给大家直接带来一局，就是让大家看一看，你们客观的去评价，不要去二极管。首先我没有收国卡钱给他洗什么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咱们大家不要二极管，因为只拿一个武将的强度弱将，咱们这个强还是弱来判定，明白了吧？我这里面也没有特别满意的削完之后，只是拿他当反贼，没拿他当主攻。主攻的话，我觉得他已经削的差不多废掉了，对吧？除非你给极其依赖你的忠臣了。但反贼的话，可能有大大的搞头，我觉得。咱们说一下，你想一想，如果你前期标记不缺的情况下的话，你相当于一个6张牌给自己的那个夏侯氏，这是曾经有个人跟我说的。这时候因为咱们在2号位刷一个必中牌，刷个必中牌，防止咱们连个过牌都没有，或者锁不了技能。有人说锁什么技能？2个标记不是能让别人只使用基本牌吗？对不对？如果中会的，像中会是主攻选出来，这局我跟你们说一下，就不正常的人有多少啊？中会选主攻不正常。神诸葛亮其实是个忠臣，明告诉大家，先直接告诉大家，神诸葛亮是个忠臣，阻止中会觉醒，给中会大悟不正常。曹冲不知道来至尊场选曹冲当忠臣来干什么，不正常。诸葛亮不会打人不正常，在那送牌呢不正常。鲍三娘开局直接自尽不正常，也就是这局里面所谓正常就我和6、72个人，3个人。咱们看这一局啊，先给大家提前剧透了啊。然后钟会直接也不放弃，还怕死呢？你本来是希望自己一回合觉醒的，怕死是吧？上个加1码，标记也没有，无所谓，给他送个标记，开个 OE 啊，咱们一定要给他那个啥锁他一些基本啊。打中一下，漂亮！你送了个标记也不怕啊，这个时候，然后把基本给他锁上，不用过牌了，把基本给他锁上。然后当我看见神诸葛亮跳中的时候，我懵了一瞬间，我说你神诸葛亮当中可以不可以当中？但是你是给那些强势主攻，比如说当时没削弱的谋曹丕就喜欢你那个神诸葛亮，魏国神诸葛亮跳中，你尤其前卫直接大雾一给，超安全，安全度爆表。但是你觉得中会需要你那个大雾安全度爆表吗？咱也不知道，我当时还怀疑是不是他刷 AK 爆发打一套呀，咱也不知道。曹冲直接拿了2个桃啊，运气不错啊。有人说他拿2个桃代表啥？代表排队的桃现在真正的桃剩几个？剩9个了。也就是场上还有其他人可能刷出来桃，反正这是场上的桃加排队桃就剩9个了，排队桃变少了，也就是说你回血的话概率变低了。就是摸到桃，摸3张牌摸到桃的概率变低了，所以留桃园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，明白了吧？乐不思蜀直接乐后位不用怕啊，这个乐法很奇葩啊，就是每次乐上手位都是这样的。大雾给的，本来马上快觉醒了，对不对？很贴心啊，暖暖的很贴心。结果我在主中方堆里啊，又打了我一滴血，杀了我一下。这费了半天劲，终于跳身份了，手上还有个明桃啊，曹冲这吃了个桃。结果鲍三娘不知道，我一开始说你是内奸吗？这么连一个跳反的诸葛亮，又连开那个啥曹冲了。我说你可别给曹冲送牌。结果曹冲又过了一个桃，还好拿了我张乐，又是同样的乐前卫，对吧？我不知道他为啥不喜欢乐主攻乐后卫，对吧？喜欢乐前卫。然后直接死了，我说是不是内奸呀？结果是个反贼，然后又扔了个桃，注意扔个桃，排队桃又不多了，7张牌以下的现在桃。许攸拿了张拆桥啊，这个时候，我当时在这里面说，许攸这个点的话，其实是有一定操作性的。许攸的话，这个时候可能是想要针对一些。当时这一刀下去的话，因为内奸我怀疑2个点，一个是他内，因为一开始的杀没给我看破嘛；另外一种就是许攸内，但我更希望，我内心中更希望的是他是内，因为他够蠢。但是这样许攸这么打的话，明显他的内的概率更高一些。
因为许攸这是送牌啊，这属于。我记得他手上还有个桃啊，这里说一下，曹冲还有个桃。这许攸可能是不想打我，可能是粉丝吧，这玩意儿不针对我，这是个粉丝，就是个粉丝，他是个内奸。现在我看了，这是个粉丝，没针对我，是不是看见我有桃觉得杀不死还是咋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别忘了，如果你要跳出来内奸的话，这个时候在拆桃啊，这个人在拆他手上的桃。我记得他还有桃吧，对吧？结果这个时候你看破不看破闪，该赌的时候又不赌了，因为排队的桃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刚才我给你们算过排队桃，这个时候又不赌了，我当时懵了。你说你这看破闪是啥意思？有距离要杀人吗？然后这个时候我未卜先知的一些跟你们说一下，我说这个诸葛亮应该会犯最蠢的失误。什么样最蠢的失误？就是火攻魏国。魏国火攻的话，既消耗我一个桃，对吧？然后还要给曹冲送个牌，曹冲手上很有可能是个桃，对吧？咱们看一下，多帅！火攻大雾，打我一滴血。如果但凡这回合钟会能够出来，我可能真死了。当我看他手上不是桃，有意外了一些。我记得桃应该他还有一张，是被顺走了还是咋？我不清楚，完全不清楚。然后诸葛亮帮了个倒忙，啥也没做，还好没天过。没天过的话，咱们就有机会；没天过，咱们还回自己血，9个标记可以回自己血。因为现在回血啊，就咱们说一下谋曹丕现在技能，现在回血的标记用的比较少一些，用3个标记就能回一滴血，加一点体力上限；用2个标记固定摸3张牌。先过牌啊！如果过了桃的话，咱们就回血的直接回血就行了；没过到的话，直接回血啊。这一个无血好伤啊，也无所谓啊。然后这时候的话，直接大雾，这有个大雾啊，连一下。有人说你不怕给他送觉醒吗？不怕，这个不用怕的，放心。这时候直接杀一刀啊，用下去防止他万一后面有一个人，因为这个人很有可能不会，防止后面的人。既然咱们这时候没给他送觉醒，就防止其他人给他送觉醒。觉醒之后的话，即使觉醒之后，有人说为什么不怕他觉醒？刚才问，我有加1码，只要他们没有拆桥，他觉醒了之后打不到我，他只能使用基本牌，就那么简单。然后咱们扔一下牌啊，又给星彩送点牌，结果托管了，神诸葛亮莫名其妙托管了，这就是路人局，只有大将军才会这么坑啊！记住啊，我记得钟会也是吧？全主攻钟会，不是大将军吗？这个时候的话，许攸开始控星彩了。我说许攸当时这个点的时候，许攸你真富裕，手上全是桃吗？把桃都扔了，排队本来没剩多少桃，你许攸还把桃扔了。我说手上是难道全是桃吗？这么富裕，有点麻烦了。这个时候我在说星彩，你先杀许攸没问题，这个无懈也没问题啊，直接把桃送给我。排队真的没多少桃了，现在直接雷杀，还有 AK 过的牌不错，结果人3张杀全防住了。现在我担心的是这个 AK 啊，但无所谓，现在他防止基本他无所谓的啊。这次打的不错，这次没有烧这个人啊，这次打的不错，烧这2个群雄没问题啊。圣贤送了一张牌，杀了一刀，因为他打不到人啊，嘲讽被他摸到了。这个时候一开始有2种塔，你可以开 AOE， 但开 AOE 的话风险在于许攸杀掉那个诸葛亮。但好处是，即使杀掉诸葛亮，咱们可以把废那个技能，就是废那个只让使用基本牌，扔给他。但是我不想让星彩也掉血，毕竟星彩卡不住许攸的技能呀，对不对？卡不住许攸。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话，只能说咱们别开这个大招了，只能杀一个是一个。连一下，这时候连一下，用一个红，用一个属性杀，让他只使用基本啊，控制他的过牌。他手上是有桃的。他应该只会救自己，对吧？控了张桃，咱们不多说。这个时候的话，我就靠自己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我要是不靠自己的话，我就直接那个什么，我就直接就怎么说呢？就不吃桃了。这2个人已经让我失望，又一个托管，我方也有个托管的，对吧？咱们就不多说了。然后南蛮就不开了，对吧？他也补不到刀，第2刀也没打出来，因为他这些装备啊、锦囊啊都不能过牌，只能使用基本。这也算是一种限定技吧。只是不如以前了。
但是风险在于啥？这里面说一下，我当时还是担心诸葛亮，我当时担心诸葛亮托管诸葛亮火烧一下魏国，然后把我再多掉一滴血。现在风险就在于这个 AK， 因为我没有杀掉这个内奸啊。但是重点，我刚夸完诸葛亮，结果送别人觉醒了。送别人觉醒的话 ，AK 不保要出事儿的，尤其他残血摸3张牌，有可能把我们都秒了的。你看，还有星彩桃不错啊，救活了，但是人家还依旧有 AK。不过运气不错，他居然杀不够了，我不知道钟会是杀不够还是咋回事，很好啊。然后还不上 AK， 你别忘了我2个标记非你只使用基本牌，你可能这辈子上不了这把 AK 了，明白了吗？你有没有乐？直接把他那个啥 AK 废掉啊！这时候排队质量不错，把乐过到了，先拆他一些手牌，废他基本，再拆一些2个标记，然后再杀他一下，乐一下他。这把牌这个过牌不错的。我当时怀疑这个星彩也是狙击的，因为他打的全是对的。就是我当时在说先杀诸葛亮，诸葛亮别让他捣乱了，把他杀掉，反正火鸡废掉，别把人头给钟会，他真的杀了。但是他的水平又不应该这么低这么高，为啥？他经常不去先去开那个技能。如果你不先开技能的话，你杀完之后只能杀这一刀，不管是大点小点，这是我说的。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在于他很有可能是个亏平的。听见我说话，手上是有杀的，明白吗？我不知道这星彩是不是粉丝狙击啊？这个许攸是狙击的，就不用多说了。这个时候的话，因为咱们掉滴血，咱们可以回滴血啊，拆一下他的手牌。这个减一码是留下来的。有人说你要是如果单挑的话，可以拆他减一码，从此以后连够都够不到你。那有时候你为啥要那啥？因为现在我血量很健康，留个减一码勾引他打我，我把减一码拆了之后废他基本的话，他只能去打星彩，星彩可能不安全，明白了吧？标记还是不够啊，还好啊，你看都是这么打。如果1次2次我可以说你杀不够，但有的时候你杀够的，你偏不先用技能，但你又不应该能打出那样的操作，所以应该是个狙击的，我就觉得，知道吧？再过点牌啊，这牌不咋地啊。这个时候有人问我记得直播间有人问我，你为啥是留张闪？我就好奇为啥不留闪呀？他有减一码我给他留的，我不留闪干啥？人还有手上还有 AK 呢，我为啥不留闪？我理解不了。所以说上不了 AK 的话，人家给你就不要给别人机会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不会玩，他已经忍不住了，他忍不住啊，不会玩。我很缺标记，还给我送标记呢，勾引到了。这终于过到 K 牌啊，中间过到关键牌，然后拿斧子9杀他。谋曹丕就是现在之后的谋曹丕应该是这种打法，大概率。其实有一局比这个打得更好一些，但是那一局最后自己失误了，有一局我就不放了。那是什么失误？失误就是我以为翻面还是3个标记，我傻呵呵手上9个标记啊，我傻呵呵给别人翻面了，我9个标记直接变1个标记，8个标记翻面，我当时疯了，你知道？我说我居然会犯这种失误，而且打得不好那一局。但那一局的话翻盘属于，对吧？就剩我一个了，打主攻内奸忠臣，就这一局。但是这局的话，我有失误就放不出来，那失误太扯淡了。